老铁们放慢脚步，且听金彩彩娓娓道来2025最新美国恐怖片《战栗丛林》。流星雨可不是那么好看的。故事发生在1986年12月9日。据当天的电视新闻报道，时隔76年的哈雷彗星在未来的几天里将再次降临地球。地球上所有的年轻人对此充满了期待和激动。到了第二天，阿杰带着女友红发妹和妹妹黑发妹开车去海边观赏流星雨。阿杰和红发妹聊得正欢，突然前方出现状况，还好阿杰及时刹车，否则要出人命了。原来前方站着一个老头皮特，叼着一个烟斗，看着像是水手，不过他的年纪太大了。皮特走了过来，把几个人臭骂了一顿。You here for the meteor shower? Yes, sir. Right, gonna be a once-in-a-lifetime show. So we keep getting told. Are you a sailor?Does I look like a cowboy? 然后独自走开。很快阿杰等三人就跟先来的马克和他的女友金发妹会合。他们在离海边不远处搭了露营帐篷。在海边沙滩旁，两个小混混正在欺负一个老流浪汉。在旁边溜达的黑发妹听见动静，就跑过来制止两人的为非作歹。然而两人一看是漂亮美眉，兴冲冲地冲上去想撩拨黑发妹。此时阿杰和马克跟了过来。两个小混混一看，吓得转身撒腿就跑。黑妹赶紧捡起老流浪汉的画册交还给他。老头表示了感谢，另外提醒他们 The comet is evil. You need to go. There's seeds. You need to go. Okay, we'll think about it. Don't think. Just go. Go now. 黑发妹他们并没有把老头的话当成一回事，还拿了一点零钱给老头去买点吃的。老头然后跌跌撞撞的走了。对此马克表示不满，认为黑发妹不应该管这些事。尽管如此，可是阿杰告诉马克，他很佩服妹妹，她是他们家族最聪明的人，还考上了麻省理工学院。另一边，皮特准备好自己的小船，等会他要到海中去钓鱼，顺便观赏晚上的流星雨。不久，阿杰他们在营地开始喝酒，突然树丛发出动静，四人感觉有点吓人，原来是他们的好友眼镜妹和小胖来到，他们还带来了不少的面粉。这下大家开心的又吃又喝又跳。到了傍晚时分，皮特正在海中钓鱼，此时天空已经有流星在头顶经过。突然一颗小流星从太空飞速冲向地球，皮特都惊呆了，万万没想到这颗小流星竟然掉进了烟斗里，顿时不知所措。几秒之后，他也就没有当一回事，继续叼着烟斗。天渐渐黑了，天上的彗星越来越多。金发妹在篝火面前跳起性感的舞蹈。反正是大家尽情的嗨皮。然而不幸的是，皮特突然瘫在船上，全身颤抖，整个人似乎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。皮特拼命不想被改变，可是他办不到。此时那颗小流星正对他进行基因重组。不久，在沙滩上，两个小混混正在游荡，他们看见了又高又大的皮特。没错，他已经被流星改造完成。这两人仗着人多，其中一个小混混竟敢上前戏弄皮特。此时的皮特正好想练练手，对准小混混的头部就是一拳，溅得另外一个小混混脸上都是脑浆水。他在狂叫声中逃走，这家伙不傻，还知道逃走，晚一秒他也完蛋。此时皮特的烟斗被刚才小混混打断，他只好拆下死去小混混的骨头当烟斗。另一边，小胖就在篝火旁讲着鬼故事，那些女人都听呆了，时不时小胖吓唬他们一下。就在这时，逃生出来的流浪汉过来告诉他们，那个皮特已经异变了，非常的危险。可是阿杰他们没有一个人相信的，直接把他赶走了。随后大家各自散去。成双成对的情侣自然不放过这样的好光景，马克和金发妹也不例外。两人就在帐篷里，荷尔蒙大爆发，小胖就到附近的厕所解决一下，顺便在里面吞云吐雾。恰巧皮特路过，看见厕所里面烟雾缭绕，顿时杀心起来。哎呀，小胖的脑袋活生生的被拔了下来，
丢在草丛里。问题是大胖的脑袋竟然还有好几秒的意识。天空的流星继续在流窜，阿杰和3个女人躺着地上观赏这个难得星空。此时马克和金发妹的动静太大，4人就走到另一边回避一下。不久皮特来到了帐篷外面，等金发妹发现已经晚了，马克死在她的身上，接着金发妹也被扭断脑袋。然而奇怪的是，她的眼睛也能动几下。与此同时，眼镜妹和黑发妹一边聊着天，一边观赏流星雨。突然一颗流星掉在眼前，两人好奇的去看看，而阿杰和黑发妹就发现了小胖的尸体，两人吓得赶紧跑回营地。与此同时，一颗流星从黑发妹的眼前闪过，她惊讶地看着那颗流星。突然她意识到什么，转头一看，哇塞，眼镜妹的脑门竟然被击穿了。此时的她已经去领盒饭了。阿杰带着红发妹往营地的路上遇见了黑发妹，兄妹互通有无，这才知道他们一共死了4人，下场都很惨。现在阿杰决定开车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，但是车钥匙还放在帐篷里的包内。于是3人悄悄潜回营地，但是他们非常的绝望，因为皮特就坐在篝火旁，背对着帐篷。黑发妹只好孤身一人爬回到帐篷里去找车钥匙。皮特叼着骨头烟斗坐在火面前发着呆，这给了黑发妹钻入帐篷的机会。一番寻找之后，黑发妹终于找到了钥匙，可是皮特却听见了动静，走到帐篷旁，直接就把黑发妹拖了出来。阿杰一看妹妹危险了，就冲出来大吼大叫，吸引皮特的注意。这招起作用，皮特直奔阿杰而来，阿杰就赶紧往树林里跑。而黑发妹和红发妹来到车子旁，这才发现车子已经被流星击穿，无法使用。现在两人只能返回林子里寻找阿杰。半路上他们遭遇老流浪汉的尸体，他刚刚被流星击中，已经是体无完肤，长穿布袄。两人接着去找阿杰，然而阿杰就在林子里打转转，因为之前他就跟红发妹约好的，这个方案是对的，但是他忘了皮特紧追不放。等黑发妹和红发妹看见已经晚了，皮特伸出双手摁住阿杰的脑袋，把红发妹扒拉到一边。恰巧在旁边放置了几桶化学危险品，这个皮特也是坏透了，他直接把阿杰放进装满危险品的铁桶里。黑发妹一看知道自己无法救出哥哥，赶紧扭头就跑。一阵流星雨闪过，红发妹从地上爬了起来。此时的阿杰已经从铁桶里挣脱出来，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爬向红发妹。哎呀，这也太恐怖了！红发妹痛哭不已。最后阿杰还是去领盒饭了。黑发妹跑到一户人家求救，没想到户主是坐轮椅的老卡，此人经历过战争，双腿就被子弹打折了。老卡问清楚后，让黑发妹不要害怕，有他在，而且他这里还有各式的武器。随后就去外面防着皮特，而黑发妹一看都是工具类居多，顿时心凉了半截。老卡就在房子的四周巡视着，看着天空的流星雨。突然皮特拿着一块大木板出现，此时红发妹晃晃悠悠地爬过来，正好来到皮特的眼前，吓得惊声尖叫起来。黑发妹闻听就拿着榔头冲出来救红发妹，很快就被皮特把榔头打掉，然后把黑发妹推倒在地上，眼看就要对红发妹下死手。之前那个流浪汉从后面冲过来抱住皮特，这个流浪汉也是发狠了，可是他再怎么样也没有皮特厉害，最终还是把流浪汉掀到地上，不过他的左眼还是被戳瞎了。皮特早已怒火攻心，一脚把流浪汉的脑袋踩扁，就像是踩上泄气的皮球。黑发妹就趁机去拿那块发红的小流星，因为他觉得只有这个才能搞定皮特。当他忍着剧痛把小流星拿回工具房时，他的左手已经被高温烧焦了，他就在那琢磨该怎么办。与此同时，红发妹被皮特堵住，两人正在僵持不下时，黑发妹竟然拿着一把大锯齿走了出来。哇塞，这位高材生竟然把自己左手和大锯齿完美的结合成一体，而且是电动的。于是对着皮特冲了过去。皮特一看，顿时肾上腺激素飙升，竟然迎着高速旋转的锯齿走了。虽然看着番茄汁飞溅，但是黑发妹万万没想到，皮特的身体已经强到这个程度了，锯齿只能对他产生轻微的伤害，一旦脱离接触，
她的皮肤又还原了。不过黑发妹并没有放弃，因为她知道就算是金刚不坏之身也是有漏洞的。而皮特捡起一把榔头，双方对打起来。果然在黑发妹的反复试验之下，皮特的弱点就在肚皮那个位置，他不是那么容易复原的。随后金发妹就反复的切割皮特的肚皮，皮特终究还是倒下一动不动。红发妹和黑发妹都活了下来。不久警察来到现场，然而让所有人都感到惊讶的是，皮特的尸体不见。几个星期以后，电台的主持人告诉观众，在纽约出现凶狠的杀人案，凡是被杀人的脑袋都搬家了，而且那晚出现了流星，大家怀疑那个皮特还活着。与此同时，黑发妹正在把自己的左手臂改造成机械臂，看样子还有续集要拍摄。我认为本片拍摄的还行，满分5星，我给打分接近3星半。结尾黑发妹拿着锯齿大战皮特是个亮点，这已经是第3部关于大力水手的恐怖片了。这个不算是跟风制作，有点原创的影子，可惜演员就稍显稚嫩了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捧场。